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超重要主题。明年，也就是2025年，台湾就要正式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了。这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预言哦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你、我们整个社会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这是一份给所有人的未来生存指南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OK， 我们直接看这个数字20%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从明年开始，你走在路上，放眼望去，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长辈。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据，而是我们即将每天都会看到的日常风景。你说见这件事还不急吗？好，如果你觉得刚刚的20%还不够震撼，那我们把时间轴拉长来看，你才会真的感受到这个变化的剧烈程度。这张图是根据国发会的最新推估，你看哦，今年我们总人口还有2300多万，但到2070年预估只剩下不到1500万。但更关键的是结构的改变，能工作的青壮年人口会大幅减少，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，那个占比会从现在的18%一路飙升到将近一半，46.5%。这根本是一场宁静的人口结构海啸，它将会彻底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样貌。那面对这么大的变化，我们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其实就是更新我们脑袋里的作业系统。我们要告别过去那种对于老的成就想象。以前我们想到退休，可能就像左边这里写的，觉得是辛苦一辈子，终于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了。那很多研究都发现，当一个人一旦跟社会脱节，孤独感袭来，身体反而更容易出状况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右边这幅景象，一个全新的人生蓝图。它的重点不再是休息，而是退而不休，去找到新的生活重心。不是脱节，而是更紧密的社群连结；不是停止成长，而是持续的终身学习。我们来看一个超棒的真实例子。这位杨阿姨，她参加社区课程9年了。她说，来这里不只可以交到朋友，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要不断学习新东西，像是用手指捏陶土的直黏土、写书法，都需要动脑。这其实就是最好的预防失智方法。他甚至从学生变老师，自己开了书法班。你看，这就是新人生蓝图最棒的实践。生活不但没有因为退休而停滞，反而开展出新的可能性，对吧？好了，观念更新之后，重点来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？这不是单纯老年人或中年人的问题，而是横跨3个世代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必修课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分龄来看看你的行动计划是什么。如果你是20到30岁的朋友，你可能会觉得，退休还很遥远啦。但听我说，现在就是你准备的黄金时期。第一，理财规划越早开始，复利效应越惊人，这点不用我多说。第二，花点时间去了解什么是长照 2.0。简单来说，它是一套政府提供的社区化照顾服务。这些资源你总有一天会用到，不管是为父母还是为自己。再来这点，我知道可能最难，但真的超级重要。找个机会跟爸妈好好聊聊他们对于老后生活的想象，最后培养一个能持续到老的兴趣，这会是你未来心灵上非常重要的支柱。那如果你是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三明治世代，我懂，你的压力肯定山大，但正因为如此，规划才更重要。首先，一定要在工作跟生活中找到平衡，这不只是为了现在，更是为你自己的老后生活做准备。再来，开始去研究一些新形态的居住模式，像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轻盈共居。然后立刻去检视自己和父母的保险，看看保障到底够不够。最后，请记得不要把所有责任都自己扛，建立一个家庭成员甚至朋友间的支持网络，大家分工合作才能走得更远。那如果你已经是60岁以上的活跃银发族，我要跟你说，你的人生正要进入一个最可以自己掌握的精彩阶段。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退而不休，去当志工，
去社区大学上课，找到新的生活重心。不要怕科技，学会用智慧型手机、平板，它会打开你生活的新大门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人生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资产，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分享出去，甚至重返职场，做一些兼职工作，这些都会让你获得巨大的成就感与价值感。好，讲完了个人的行动计划，但我们都知道，面对这么大的社会结构转变光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。那我们的社会，特别是企业和社区正在发展出哪些创新的应对方式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首先，企业面临的是最直接的冲击。一方面，既有的劳动力正在快速老化，另一方面，年轻的劳动力又补不上来，导致严重的缺工问题。这是一个双重打击，逼得企业必须要转型。那企业的解法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思维转变，重点不是淘汰中高龄员工，而是重新设计工作流程。我们来看一个连锁超市的聪明做法。他们过去有个痛点，每天都要花大量人力手动去更换上百张生鲜蔬果的价格标签。后来他们导入了电子加签，总部一按钮，所有门市价格同步更新。这样做的效益是什么？就是把员工从重复性的低价值工作中解放出来，让他们可以专注在更有温度的顾客服务上。这对中高龄员工来说，其实也更友善。这个改变有多大？数据显示，光是这一项，每间门市每天就能省下超过1个小时的工时。你可能会想说，1个小时好像还好。你仔细想想，全台湾有多少间门市？这背后省下的时间跟人力成本有多可观？这就是一个很聪明的转变。不只是零售业，各行各业都可以思考如何透过科技辅具，让人跟工作可以更好的协作。再来，我们看看居住的创新。传统上，华人社会会觉得把爸妈送到安养院是很不孝的。但当独居或只剩两老的家庭越来越多，该怎么办？轻盈共居就是一个解方。就像画面上这样，它让年轻人和长者住在同一个社区，年轻人可以用比较低的租金入住，同时提供长辈一些陪伴和协助。这跳脱了传统机构的模式，创造出一个跨世代的社群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彼此支持。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家也可以是一种服务。另外一个更深入社区的模式叫做共生社区，像在台中的伯拉汉共生照顾合作社，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需求在哪里，服务就到哪里。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整合长照 2.0、居家医疗、社区支持等各种资源，直接送到长辈的家里，让长辈即使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，甚至在人生的最后1里路，都能在自己最熟悉的家里，有尊重、很安详地走完。这真的非常有意义，也是我们社会未来最需要的一种温柔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从人口结构的危机谈到心态的转变，再到个人、企业、社区的各种行动方案。简单整理一下，这其实不是一个要我们去应付的问题，而是一个邀请我们去主动设计的机会，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全新的人生蓝图。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：第一，面对现实，2025年超高龄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逆的。这是我们整个世代的共同课题，没有人是局外人。第二，更新思维，抛弃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养老观念，拥抱退而不休的积极态度，用终身学习和社群连结来丰富我们的第三人生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提前行动。无论你是20岁、40岁还是60岁，现在就是你开始规划的最佳时机。所以在这次的内容结束之前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。看完了今天的分享，你为自己规划的这张新人生蓝图，你打算画下的第一笔会是什么呢？是去开一个新的投资账户，是跟爸妈约一个时间好好吃饭聊天，还是报名一个你一直想学的课程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就是面对超高龄社会，我们必须从个人到社会，从心态到行动，全面地更新与准备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